没用的废话。这画是活了？于小姐，这幅画的技巧和风格不属于我们已知的任何朝代。我不会是玩游戏玩疯了吧？难不成我这边干什么都会作用到画上？而且他们貌似还很缺水的状态。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能吸！陛下，你已经几天未进沂水了，到时候雨没求到，别把龙体拖垮了呀！朕身为天子，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旱灾一日不去，朕便一日不食。陛下，神女，如果你真的存在，请天降甘霖，送大燕百姓一条生路。陛下，下雨了，显灵了！快接水！哀家好久没喝到这么甘甜的水了。除了皇宫，还有哪里降雨？陛下，青州下雨。陛下，滦州下雨。陛下，扬州下雨。哈哈哈！好，好，好，让百姓都出来接水。雨嫣，301栋的水管是不是坏了？水表显示你一晚上用了200吨水。200吨？谁推我？是不是你小子抢水？我跟你拼了！水可以，那吃的呢？哎，雨怎么停了？这点水够干什么的呀？过几天还是要旱死。慌什么？神女既已降福，便不会弃大燕百姓于不顾。神女若真有灵，请再降一次神迹吧，哪怕只够百姓多撑几天，朕愿以10年寿命相换。陛下，神迹又出现了，天上下包子了，还有肉，还有会发光的红果，甜水好多好多，肉是肉包子，好多油。这个红果子好甜。原来你真的存在，是神女，真的是神女，大燕真的有救了。住手！灾年本就民不聊生，尔等还敢恃强凌弱，抢夺粮食物资，扰乱民心，按律当斩。传朕旨意，即刻打开国库，分发存粮，接济全城百姓。陛下万万不可！国库早已空虚，连您都几日未曾好好用膳，若是此刻开仓，宫里便再无余粮了。大哥哥，我也可以吃吗？当然可以，照朕的吩咐去做。君臣百姓本就一体，唯有万众同心，才能共度荒年。这点难关，我们一定能熬过去。你们当真已经没有吃的了吗？原来唯有朕能与神女对话。神女在上，晚被大燕皇帝伤撤，多谢神女赐助水粮，救万民于水火。大燕全境数州受灾，流民遍地，若无持续物资接济，千千万万百姓依旧难逃饿死冻死。还望神女降神迹于我大燕。
爷爷离世后留给我的遗产和存款确实丰厚，可买水、买食材流水数额大得吓人。若是继续大批量采购，源源不断往画里输送物资，用不了多久，我手里的积蓄就会彻底花完。就算一个人一天只花1块，10万人一天就是10万。罢了，钱没了可以再挣，可一条条活生生的性命没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好，我答应你。东北五常大米5000斤，特制面粉4000斤，桶装食用油200桶，各类杂粮各2000斤，风干鸡鸭鱼肉干货菌菇。检测到宿主成功接济大燕荒年灾民，完成新手初级救赎任务。任务奖励传世国宝1件，氏族黄金1万两。古画时空绑定系统正式激活。传世国宝黄金1万两！原来这幅诡异的古画竟然绑定了系统！啊，好痛！这可是黄金啊，硬通货！所有人听令，不要争抢，按村落、按街巷排队领取，老者、孩童、妇人与病患优先，各司其职，有序分发物资。胆敢哄抢作乱者，严惩不贷。余音，太感谢你了！这件文物遗失1000年，今日得以重见天日，是国家之幸，是文脉之幸。按照规定，你可以申请丰厚的荣誉奖励和物质奖赏。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我不要奖金，也不要荣誉头衔。如果可以，帮我准备几百斤现蒸的大馒头就好，越多越好。爷爷走后，我再也没有知青之人。原来，被人需要的感觉这般温暖。我并非9天神明，我只是来自另一个平行维度的普通女孩。以后不必唤我神女，我叫余音。姑娘，你送来的粮食够百姓撑过这一阵，可总不能一直靠你接济。敢问你的世界可有能种在地里、产量高、容易活的种子？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光靠我往里面运物资，再多钱也有花完的一天。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大燕是农业国，只要有了高产种子，有了种植技术，他们自己就能种出粮食，根本不用靠我天天送。你等我！接货！这是神女给大燕的真正的生路。传朕旨意，所有种子按人口分发给各州各县百姓，册子人手1本，照着上面的法子种。凡是种下的种子最先冒芽、长势最好的农户，赏黄金10两；粮食丰收者，免3年赋税。
我们有种子了，我们能自己种粮食了，再也不用饿肚子了。陛下，我们大燕真的要好起来了。多谢神女。余音，开门！我们知道你在里面。赶紧把房产证和银行卡拿出来，不然我们就砸门了。这房子还真不错啊，这么大的客厅，够我们一家老小住了。余音，废话少说，你爷爷的遗产，我们做子女的也有份儿。房子我们要了，存款拿出来分了，这事就算了。爷爷重病的时候，这些人看不到影子；爷爷死后，都过来争遗产。爷爷立了遗嘱，所有遗产都归我，和你们没关系。遗嘱？什么遗嘱？那肯定是你伪造的！我告诉你，今天你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你们再闹，我就报警了。报警？你还敢报警？我看你报不报警！是商车。神女来了！神女真的降世了！参见神女！吾皇万岁！神女万福！算了算了，别行礼了，不用这么正式。真的是神女真身降临了，难怪能不断降下神物，原来是亲自来了大燕。我都说了，我不是什么神女，就是个普通人，意外调过来的而已。姑娘数次救大燕万民于危难，在百姓心中便是救世神女。行吧行吧，拗不过你们。既然认定我是神女，那我就露两手，让你们开开眼。尝尝看。此饮清甜甘冽，风味独特，世间绝无仅有。这是何物？就叫清爽鲜果茶吧。好名字。快来呀！神女亲手制作鲜饮了，味道绝妙无比。余音姑娘，此后这里便是你的居所。宫中婢女侍卫皆听你调遣，但凡所需，只管开口。见过神女。既来之，则安之吧。就是不知道家里那群极品亲戚闹够没有。还有任务。来人，姑娘有何吩咐？去请你们陛下过来一趟，我有事相商。这些构造不算复杂，凭着记忆画出图样，再让宫中供人打造，应当不难实现。
姑娘巡镇，可是有什么安排？我想着光有2种还不够，我知晓几种改良农具的样式，画出来交由宫里的匠人打造，能让百姓种地省力不少。当真？自然是真的。我这就画图纸，你安排手艺最好的铁匠、木匠过来。今日我便当着大家的面，演示一番这新式农具的用法。我的天，这梨也太好使了！妙，实在是太妙了！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见过这般趁手的农具。有了这些物件，收成定能再上一层。主线任务：初步改造农耕器具已完成，任务评价优秀，奖励发放，额外解锁时空情报权限，检测到未来隐患。3年后，北境强敌大减来犯，大燕军备薄弱，兵力不足，最终城池接连失守，王朝覆灭，百姓流离失所。姑娘为何如此？可是出了变故？陛下，我有一件关乎整个大燕存亡的大事，必须如实告知你。你所言当真？3年之后，大燕会亡？是。多谢姑娘坦诚相告，国之安危，刻不容缓。朕即刻着手整肃军备，操练兵马，定要筑牢北境防线。1、2、3、4、5、6、7、8。余音姑娘，老奴斗胆一问，将士们这般伸胳膊踢腿，是在修习何种功法？这叫广播起操，能让身子骨变得更结实。强身健体，保家卫国，厉兵秣马，守护大燕。今儿跑完浑身舒坦，肚子饿得咕咕叫，这馒头吃着都比往日香，可不是嘛？如今先跑上几圈，活动一番，整个人都精神多了。照这么练下去，别说北境敌寇，便是再来几倍人马，咱们也能稳稳守住疆土。陛下好，神女好。不必多礼，快去用早饭吧。是。姑娘骑术，当真立竿见影。短短几日，全军精气神焕然一新，体魄也强健了不少。底子打好了，往后再练武技，研习阵法，便能事半功倍。兵马强壮只是其一，兵器甲胄、粮草储备、城防工事也得同步跟进。朕心中有数，3年时间，足够大燕厉兵秣马。有你相助，朕绝不会让江山倾覆，让百姓再遭流离之苦。我发现外敌骑兵驰骋草原多年，往年边境小规模冲突里，大燕守军屡屡吃亏。知晓这一点后，我就要开始绘制全新的图纸。这巨大的轮盘，密闭的舱体，朝前探出的粗长铁管，这是何物？现在暂且保密，3日后演武场当众亮相，到时候大家自然知晓。在他们眼中，刀枪弓箭、战马铠甲便是世间最强武备，再新奇的造物也翻不出花样。战车！哼，区区铁疙瘩罢了，行动迟缓，能有何用处？没有战马牵引，不靠人力推行，单凭自身走动，怕是走不出几步就会停板。花如此多精铁打造这无用之物，简直是劳民伤财。
依老臣看，还不如多锻造几柄长刀，多养几匹战马来的实在。开始试演。他们活了一辈子，从未见过这般毁天灭地的威力。莫说是骑兵冲锋，就算是千军万马迎面而来，怕是也挡不住这铁兽一击。所有人都清楚，这东西一旦出现在战场，便是不折不扣的沙场杀器。这铁兽不过是我准备的第一件东西罢了。诸位不必大惊小怪，这算什么？后面还有好东西等着。好家伙，这刀比往日的兵器利落太多。好，好，好！有了这等利器，我们怎么可能输？启禀陛下，急报！北境关外突发战事，境外敌寇不等3年之期，已然提前举兵来犯，眼下正在猛攻我大燕边境城关，守军苦苦支撑，情势危急。敌寇来犯，欺我大燕无人。余英姑娘，如今外敌压境，是我大燕将士护国安邦之时。众将士听令，整军出发，驰援边关，击退来敌，护我山河。谨遵陛下军令。多谢神女数次辅助，赐2种改农具造神兵，我等敬神女一碗。诸位将士此行奔赴边关，定要护好自身，击退敌寇，平安归来。定不负陛下与神女所望。方才朝堂之上，我已当众下令，此番北境之战，御驾亲征。这是我参照现代防护样式，结合古制护甲反复改良而成，专为上阵杀敌量身打造。余英姑娘，夜深了，怎么还未歇息？明日便要出征，这套护甲你带上。和军中制式不同，轻便且防护周全，上阵之时能多一分保障。余音，自你从画传之中现身，一次次为大燕奔走，于我，于万千百姓而言，你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边关战事凶险，刀剑无眼，前路吉凶难破。我不敢许下虚言，只问你一句：若我能顺利击退敌寇，活着回到京城，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此后每日清晨，我第一件事便是派人前往驿站打探前线战报，日日翘首以盼。日子一天天过去，边关告捷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那是什么怪物？铁做的巨兽还能吐火惊雷？草原部族素来敬畏天地异兽，眼前这从未见过的铁兽，在他们眼中便是天降凶物。余音姑娘，我这里一切都好，只是时日有些耽搁了，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陛下，
我大燕苦边患久矣，今日接连大胜，收复失地指日可待。有陛下坐镇，有神女相助，我大燕江山定能永世安稳。诸位将军劳苦，此战能胜，非朕一人之功，是全军将士用命，也是余音姑娘倾力相助。神女来了！这是什么声响？天上那是什么东西在飞？这是神女姑娘送来的吗？废话，除了神女还会有谁？好吃，这像是我妈包的。对，这个饺子像是我家娘子包的。里面有我家里给的信。我爸说他在家等我。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时候收到来自家乡的信息，是最幸福的事情。姑娘，看清了吗？那些飞物可顺利抵达军营了。送到了，全都送到军营里了，粮草兵器一样不少。这下好了，有了这些东西，陛下一定可以大获全胜。那就好。有了这批粮草兵器，我们底气更足了。此番大胜，多亏神女屡屡相助啊！首领，大事不好，燕军那边又出事了，天上飞来怪东西，往下落粮草和兵器。之前那喷火铁兽就已经够吓人了，如今又有飞天之物运送物资，看来传闻不假，大燕当真有神仙庇佑。是啊，咱们根本不是对手，再打下去只会全军覆没。快走吧，再留在这里必死无疑。撤，立刻拔营，所有人退回草原深处。余音，又是你帮了我。来了没？来了没？再等等，说不定马上就来了。检测宿主圆满完成所有救赎与助战任务，大燕内外安定，山河稳固，主线任务全部终结，时空通道已重新稳定，你可以选择返回原本的世界。请问宿主是否即刻回归？现在的那栋豪宅空落落的，疼爱我的爷爷早已离世，那些贪图遗产的亲戚更是面目可憎。偌大的世界里，早已没有让我流连的人和事。不回去了，那边再无亲人，我便留在这大燕。是神女姑娘。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边关已定，我平安回来了。我自然会等。方才在城下，我还在暗自猜测，你会不会选择离开。如今看来，往后岁岁朝夕，你都愿意留在我身边了。这里有牵挂之人，便是我的归处。我决定留在这大燕，不走了。余音姑娘不胜酒力，诸位爱卿的心意，朕替她领了。朕决意立余音为大燕皇后，一生一世，只此一后，永不废弃。陛下圣明，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在百姓和将士们心里，我早就是护国神女。
这皇后的位置，除了我，谁坐他们都不服。既然决定留下来当这个大燕皇后，我总不能天天在后宫里嗑瓜子绣花。虽然系统通道已经关闭，不再发布救赎任务，但我脑子里装的可是现代9年义务教育和大学4年积累的知识。茵茵，你替大燕操劳的太多了，这江山本该由朕来扛，朕有时候真怕你累坏了。既然入股了大燕这片江山，那这就是咱们自己家的产业，哪有不用心经营的道理？好，那便依你。大燕的天下，你我共享。虽然在这异时空没有现代长辈送亲，但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孤单。茵茵，过来。李成，岁月静好，莫过于此。大婚后的日子，我并没有闲着。虽然有了高产的种子，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但百废待兴，大燕的国库依旧算不上充盈。要想彻底让大燕富强，光靠种地可不行，得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女子抛头露面，有违礼制啊！皇后娘娘此举，恐乱了大燕的纲常。告诉陛下，跟这帮老狐狸讲道理是没用的，得让他们看到真金白银。对付这些满口仁义道德老骨坎，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利益把他们绑上同一条帆船。这等经营之物，竟比极品玉石还要剔透100倍。这些皆是皇家工坊的新产物，不仅要在京城售卖，未来还要援销周边诸国。这其中的惊人利润，诸位大人心里应该有数。但工坊若要扩大规模，急需心思细腻、手巧的女子大量做工。若有谁家愿意出资入股，并全力支持女子进坊，年底便可参与皇家商行的分红。若有人觉得有违礼法，臣愿意。臣家里正好有不少空闲的铺面和庄子，臣全家上下都愿鼎力支持娘娘的新政。臣也愿意入股，臣这就让家里的女眷带头去做工。果然，在绝对的利益面前，什么礼法纲正都显得苍白无力。茵茵，你看这满城烟火，这大燕的盛世，皆因你而起。是我们一起创造的。只要你不变心，我就一直陪你看着大燕的花开花落。皇权必落，绝不负气。随着工商业的繁荣，我敏锐地察觉到，大燕若想长治久安，不仅需要铁兽战车和新式兵器，更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
茵茵，你终于醒了。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是最近画图纸太累，低血糖犯了？太医说，你有了身孕。茵茵，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自从来到了这个时空，我一直忙着救灾、打仗、搞建设，从没想过自己也会迎来一个小生命。一种奇妙的血脉相连的感觉油然而生。在现代，我失去了爷爷，成了孤家寡人；而在这里，我不仅有了爱人，还要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了。朕的江山，念音一样可以继承。谁若再敢多言半句，直接流放北境。茵茵，有时候朕会做一场梦，梦见那幅画突然被卷起，你化作一道白光，回到了那个名叫现代的地方。朕怎么抓都抓不住。傻瓜，我早就说过了，这里有我牵挂的人，便是我的归处。那个世界虽然有着璀璨的科技，却没有一个叫商彻的人在等我。这幅连通一世的画卷，或许是命运赐予我最美好的奇迹。我跨越了时空的洪流，不仅拯救了一个王朝，也拯救了那个曾经孤独的自己。岁月悠长，山河无恙，这一生足矣。摘星楼上的那番话，仿佛还在昨日。转眼间，大燕又迎来了几个丰年。余音和商彻彻底过上了退休生活。朝堂上的担子已经大半压在了皇太女商念音的肩上。这丫头完美继承了她爹的雷厉风行，和我的现代思维，把大燕治理得井井有条，周边的藩国更是服服帖帖。最高级警报！检测到本位面出现空间异常波动，警告发现未知副系统宿主，坐标海外西大陆，科技术异常干预，该宿主已强行开启工业革命第2阶段，世界平衡正在遭受严重破坏。怎么了，茵茵？可是哪里不舒服？老商，咱们的清闲日子恐怕到头了。这大雁竟然迎来了第2个穿越者。看来是有人盯上了朕的江山。母后，您是说，海的另一边有一群拥有更强火器和铁船的敌人？太好了！这几年儿臣正愁大燕的先世海军没有实战演练的机会呢。启禀陛下、太女殿下，泉州沿海突发紧急军情，海平面上出现了数十艘喷吐着黑烟的巨大钢铁怪船，他们未悬挂任何已知国旗，一炮便轰塌了我们的沿海瞭望塔。传朕旨意，立刻封锁沿海，泉州水师进入1级戒备。父皇、母后，儿臣愿亲率神机营与新式水师前往泉州，会一会这群海外来客。我怎么可能放心让女儿一个人去面对一个同样拥有现代系，甚至可能点歪了科技树的老乡？我们作为念音的特别军事顾问，秘密随军前往泉州。
听着，落后的土著们，你们面前的是伟大的日不落帝国远征军，我们伟大的皇帝陛下龙傲天，限你们3天之内无条件投降，交出所有的金银和土地。龙傲天，这都2020年代了，还有穿越者用这种古早网文明？对面不仅是个老乡，还是个重度中二病。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龙傲天，大燕字典里没有投降2词，要打便打，哪来这么多废话？这帮人的船看着像是19世纪初期的蒸汽铁甲舰。老商，这可比咱们当初打北京时用的内燃机铁兽战车还要夸张些。看来对方的系统权限很高，直接给他空降了工业革命的产物。茵茵，当年你用几箱良种和几张图纸，便能护大燕周全。如今咱们倾全国之力，难道还怕他一个无根之木？没错，母后教过我，科技的本质在于人，不在于凭空捏造的死物。咱们皇家书院培养出来的将士，可不是吃素的。和我当年需要自己画图纸、建工厂、一步步攀科技柱不同，他那个叫做无敌暴兵系统，只要有足够的霸气值，就能直接从虚空中召唤出满编的蒸汽舰队，典型的暴发户。暴发户的致命弱点是什么？是缺乏底蕴。他有先进的战舰，但他的士兵懂弹道学吗？懂气象学吗？懂复杂的旗语和海战阵型吗？大燕这20年来，虽然没有点出那么夸张的蒸汽巨舰，但在我的督促下，皇家水师早就换装了包覆精铁装甲的混合动力战船，并且每一艘船上的炮手都是皇家综合书院算学班和军械班的优秀毕业生。传令下去，明日凌晨，趁海面雾气未灭，水师全线出击，采用雁航阵，利用我军船只体型小、转向灵活的优势，切入敌方舰队腹部。明天就让这位龙傲天老乡感受一下来自21世纪的灵魂拷问。开火！大燕水师准备迎敌！发！系统能给他战舰，却给不了他经验丰富的水兵。对面的龙傲天听着，都什么年代了还叫龙傲天？你的系统是拼夕夕上9块9包邮买的吧？有本事别靠系统刨冰，出来单挑啊！看我不把你的中二病打回原形！我操，对面也有穿越者！开火！给我狠狠的打！把对面那个老乡的船给我轰成渣！好机会！传奇语，左右一包抄，切断敌方旗舰的退路。火炮手，给我瞄准他们吃水线以上的装甲薄弱处，集中火力！强行跨越时代科技固是有代价的，没有配套的工业体系和技术工人，
系统捏造的火炮，缺陷是致命的。系统，给我兑换单臂外骨骼，给我兑换核弹，快啊！别喊了，你的外挂欠费停机了。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啊？你也是穿越的，凭什么你的系统还有效？因为大燕的强大，从来不是靠系统凭空变出来的。这30年来，大燕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项技艺，都是大燕百姓自己种出来、造出来的。你这种无本之木，也敢妄图撼动大燕的根基？丁，异常空间波动已消除，敌方系统已被强行解绑并遣返，战利品结算，宿主成功缴获早期蒸汽机图纸及基础热力学手稿，已自动存入大雁皇家书院藏书阁。这才是穿越者正确的打开方式，不是直接给成品，而是给知识和方向。有了这些图纸，大燕的匠人们很快就能自己琢磨出属于本土的蒸汽机。这丫头，越来越有你当年的风范了。那是自然，也不看看是谁教出来的。30年前，我意外打翻一杯水，拯救了画卷里那个满目疮痍、大雨倾婆的世界。30年后，我不仅收获了真挚的爱情，更亲手缔造了一个繁荣昌盛、屹立于世界之巅的伟大地。依依，如果当年你没有把那盆水泼到画上，大雁会变成什么样？没有如果，命运让我遇见了你，遇见了大雁，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